故事一开场，载玲的爸爸就出了意外，去世了。临走前，他还提到抽屉里有东西留给他。载玲原以为爸爸留下了一笔遗产，他偷偷溜进爸爸的房间，结果发现留下的竟然只是一份清谈天堂公司的招聘广告，并且在广告纸背后写了几句话。原来爸爸希望他去这家公司，找个富有的丈夫，改变一下命运。爸爸最后还讽刺了载玲一番，说他凭自己根本没办法成功。载玲气得当场差点冒烟。不仅如此，他爸还留下了一大笔债务和一个还没出世的孩子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他继母又怀孕了。当年他和爸爸是娶进继母家的，进门前继母已经有2个女儿了。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，法院决定拍卖他们的房子，他们最后只能租个小房子住，房间太小，他只能和二姐同睡一室。继母为了养家，也只得继续工作，可继母因劳累过度，最后还是被送医了。载玲在安慰继母的同时，开始担忧未来的艰难日子。继母躺在地上，她抱着肚子里的孩子，而二姐偷偷吃着孩子的奶粉。这样下去，他们迟早得饿死。此时，载玲想起了爸爸留下的那份清谈天堂的招聘广告，决定靠一场豪赌嫁个有钱人来翻身。提到清谈天堂这家公司，就不能不说他的老板文车敏，他是家里的第8代财阀。正当秘书报告公司亏损了200%，车敏为了减轻员工压力，只是秘书将工资提高了10%。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，对他来说，钱只是一串数字。同一时间，载玲也来到了清谈天堂参加面试。正当她准备上楼面试时，她收到了闺蜜发来的加油短信，闺蜜还让她摸摸自己的水晶鞋，希望她能带来好运。她正要摸时，却不小心把高跟鞋掉了下去。正当她即将走到1楼时，她意外遇到了一个超级帅哥，同时也发现这位帅哥手里拿着她的高跟鞋。此时载玲心里还在高兴自己找到了白马王子，没想到车敏第一句话就是要告他杀人未遂。原来这只高跟鞋刚好掉在了车敏头上。作为公司代表，他从没受过这种屈辱，所以车敏要告载玲的原因就是这个。接着车敏怀疑载玲在图谋他的财产，便让载玲别玩花样，同时示意载玲直说要钱就好。听到车敏这么说，载玲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。为了避免更多麻烦，载玲主动道歉，想取回自己的高跟鞋，但车敏拒绝接受他的道歉，还坚信载玲是故意砸他的。载玲再次解释说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才砸到这位倒霉的男士，但车敏认为自己向来运气不错，甚至坚称载玲故意砸向他。看来怎么解释他都不会信。载玲便直接向他解释什么是故意，然后突然推了他一把，接着把他搂进怀里，这让车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载玲万万没想到，刚才那位帅哥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而车敏也因为那个高跟鞋的误会取消了载玲的面试机会，甚至在载玲面前嘲讽了一番。当然载玲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接祈祷下雨天来个闪电，直接从车敏头顶穿过。没想到晚上真的雷声大作，还看到载玲不停的说话，吓得他赶紧躲进屋内。随后在家里回想起中午的事，甚至不自觉的笑了起来。其实车敏一直对女性无感，对恋爱完全不感兴趣。自从遇到载玲后开始改变，他常常幻想载玲，在他眼里载玲不是石头，而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。为了阻止自己幻想载玲，就开始做运动，可惜这没什么效果，他还是不停的想起载玲。后来车敏尝试用睡觉来放松，但他想到的却是载玲在床上蹦来蹦去。这时他都怀疑自己是否疯了，想要弄清楚载玲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决定让载玲来自己的公司工作。因为昨天那场关于高跟鞋的小插曲，载玲还以为车敏打电话是来找茬的。随后车敏澄清说他只是想邀请载玲加盟他的团队，尽管载玲内心真不想跟这个疯子车敏共事，但为了钱，他最终还是答应了。然后载玲问这是不是他们工作的第一天，车敏却幻想这是他们恋爱的第一天，一想到这就羞得满脸通红。确定载玲加入了公司，车敏心里暗爽了好一阵。为了迎接载玲的加入，开始精心打扮自己，甚至戴上金链子，穿上紧身裤，挑来挑去，最终还是决定穿西装。此时车敏又担心自己太帅了会让载玲爱上他，最后他又拿出了金腰带，他觉得载玲肯定会讨厌这金腰带，没想到载玲竟然嘲笑那是真操带，还说真操带挺好看的，气得车敏当场就脱下了真操带。然后是新员工的入职仪式，车敏带头开始拍手，载玲还以为周围有摄像头，但旁边的同事告诉他这是真的入职仪式。同事说只要你说出自己的梦想就行，大家都在说想要长生不老或找到好老公，载玲却说她想成为灰姑娘。这句灰姑娘让车敏误会载玲来这里不是来工作，而是为了找对象。载玲随即解释她只是希望在工作的同时找到合适的人结婚。这时车敏觉得载玲很多问题，甚至想开除她，但载玲为了留下这份工作，用真诚的话语表明她绝对会认真工作。车敏于是提出和载玲赌一把，如果载玲赢了就可以继续留下工作，还让载玲决定赌注。没想到载玲居然提议赌可乐，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载玲竟然连可乐瓶盖都拧不开。车敏看着就宠溺的笑了起来。载玲只好提议来掰手腕，可惜她的力气没车敏大，使出浑身解数也没用。载玲小动作不断，想用双手来赢过车敏，但还是没能掰动她的手腕。这时载玲无意中看到车敏的指甲被压扁，误以为是自己掰手腕时弄的。载玲看起来很是紧张，车敏便解释说这是小时候摔倒留下的老伤，或许是感受到了载玲的关心，
车敏心里不由得有了些许波动。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车敏又提出来喝可乐。载林二话没说就喝了。他喝到一半时，旁边突然起了一阵大风，感觉就像电影里的场景。风持续了1分钟多，载林也顺利把可乐喝完。轮到车敏了，他们的可乐似乎有点不一样。车敏才喝了一口，就仿佛变成了葫芦娃里的水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车敏输掉了这场比赛。载林也顺利保住了工作。可能是因为刚喝太多可乐，他准备离开时却突然急了。车敏注意到了载林的异样，载林只好说他需要去洗手间，可惜这儿的洗手间都挺远的。车敏心疼的想到一个办法，把自己心爱的雨伞给了他，告诉他用雨伞遮一下，方便点。但载林坚持要做一个守规矩的市民，还让车敏快点走。看着载林坚持不懈，车敏决定抱着他直奔最近的一个洗手间。等载林用完洗手间出来，发现车敏还在外面等着，让他回想起刚才车敏抱他去洗手间的情形。载林心里也泛起了涟漪，觉得车敏真是个好人。可下一秒就彻底反转。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位女生。这位女生不仅称呼车敏亲爱的，还在载林面前提起车敏是他的未婚夫。当时载林听过车敏提过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，现在却多出一位未婚妻。此时载林已经分不清眼前这位男人是好人还是一个坏人。载林知道他们是订婚关系，便很识趣的离开。其实他们只是战略性的订婚关系，互相对对方没有感情。虽然只是战略性订婚关系，但如果车敏和载林传出绯闻，便会影响到他们的公司。所以丹雅让车敏好好维护这段战略性关系，别因为载林的出现影响到他们的公司。载林刚回到家，又想起中午车敏抱他上厕所那段情景。没谈过恋爱的女人真可怕，一边犯花痴一边馋车敏结实的身材。同时在另外一边，车敏也是对载林念念不忘。为了打消想载林的念头，他甚至做起了运动，但没有作用。他还是会想起抱载林上厕所那段情景。载林只是说了一句欧巴快点，就让他彻底沦陷。到了第二天，偏偏在上班途中遇到了车敏。为了避免昨天上厕所的尴尬，载林打算偷偷离开，但车敏这只小狼狗哪有这么容易放过，他直接上去称呼载林为尿裤子。随后他还让载林为昨天的事情向他道歉，而载林也表示本来自己要道歉，由于他的未婚妻突然出现才会忘记这事。接着载林问起车敏为何要隐瞒订婚对象，此时车敏以为载林对他有意思，便很自信地说出自己不可能会喜欢上他。而载林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嘲笑了车敏是个伪君子，嘴里说着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，其实暗地里是个已订婚的疯子。当载林提起疯子这两个，才想起车敏是他的老板。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载林只好点头哈腰向车敏道歉。随后载林又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和疯子交往，即使是世界末日他也绝对不会。他们两个果然是嘴强王者，明明喜欢对方却死不承认，可能是为了报复吧。车敏在载林工作的时候提议给他进行1对1指导，可恰好在他们培训的那天正好被丹雅看个正着。但所谓的培训其实是让载林把所有窗帘都洗干净。载林心知肚明这是报复，但为了还债他还是忍了。就在他洗窗帘的同时，丹雅过来聊起他的富豪梦。丹雅觉得找个有钱人不该在这里打工，而应该去许愿堂试试。提到曾有个经理在许愿堂花了100万许愿，不久后真的嫁给了有钱人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劳作，载林终于把窗帘洗干净了。为了缓解心里的烦闷，他打开朋友推荐的音乐频道，听歌果然能让人心情好转，一边晒窗帘一边跳起舞来。车敏看到他这样又心动了，完全被迷得5迷3道。出于好奇心，他偷偷拿走他的耳机听听。车敏没听多久，手机就自动换到下一个视频。没想到的是，耳机里突然传出了些咻咻的声音。载林为避免更多尴尬，赶紧夺回耳机，但他们抢耳机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，结果两人一起倒在地上。这个意外的壁咚让他们之间的气氛突然升温。为了化解尴尬，车敏赞了他窗帘洗得很干净，载林则用柔和的声音试图让车敏帮他转正，却被拒绝。车敏还是觉得载林有点危险。载林温柔地对车敏说，自己其实无害到不行。面对这样的温柔陷阱，车敏只能拿篮子做挡箭牌，走时还特意强调载林绝对是个危险角色，这让载林气得牙痒痒。被车敏折腾了整整1天，载林已经累成狗了。车敏还不忘调侃他也还不错嘛，然后又命令他明天得把球池的球擦亮。这话让载林气得要命，他甚至开始考虑辞职。这时他收到了叔叔感谢他还债的短信，他觉得这工资只够还债，别无余裕，这让他意识到工资的无力。载林又想起丹雅提过的许愿堂，只需100万就可能改变生活，他真的去了许愿堂许愿，直接向巫女要求一个有钱的老公。第二天，车敏居然同意让载林转正。载林既开心又困惑地询问原因。车敏觉得载林即便转正，也未必能嫁给有钱人。载林感到被侮辱，气冲冲地向前质问他，可能是因为他靠得太近，车敏又被他迷住了。为了控制自己，他让他离自己远点，还说他的头发有味道。载林信以为真，竟然用厕所除臭条试图除味。他询问同事自己是否有异味，同事可能闻到了厕所除臭条的味道，直接说他像没洗澡一样。载林回想起昨晚巫女的建议，把心愿写在纸条上，闲时拿出来看看，再对着心愿许愿，这些心愿就可能实现。可能是他的真诚打动了上天。正在载林许愿时，
一位男士走了进来，大风把他的心愿纸吹到了他身边。这个男人不仅高，还特别帅，还有腹肌。载林甚至能感觉到他的腹肌，可惜他露出了尴尬的笑容。车敏看在眼里，车敏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情敌。载林认为这位帅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男人。突然，高大的男子道红注意到，心愿纸上开头写的是“高大的男人”。载林急忙抢回心愿纸，可抢的时候不小心扯掉了道红的衬衫纽扣。载林一边道歉一边心里还担心道红会对他大发脾气，但道红并没有责怪他，反倒是很绅士的说没事的。道红随手拿出针线开始缝衣服，他舔了舔线头，瞄准后就把线穿进了针眼。简简单单的2个动作，载林已经深深被他吸引了。这时候同事走过来跟道红打招呼，但载林不想错失机会，便叫同事出去聊聊。同事们走出去后，车明也走向道红，心里又想起载林刚才的神魂颠倒，一阵子醋意涌上心头，心里盼着立刻把道红送走。车敏对着道红瞪了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别想动我的女人。载林回来时以为车敏会欢迎道红，他上前大声说了声代表。这时道红才意识到这个男人是公司的代表。车敏建议另一名同事接待道红，载林心里不悦，感觉车敏反复无常，昨天才答应他转正，此时道红却提议由载林接待。他说他们已经熟悉了，车敏只好同意让载林接待。道红自我介绍说他是最年轻的获奖导演，问载林成为会员需符合什么条件。载林有点遗憾地告诉他会员已满，说非 VIP 不可破例。道红觉得很遗憾，想要离开。载林急忙挽留，说可以为他破例。载林请求车敏同意道红加入会员，车敏觉得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拒绝了载林。载林没办法，只好透露他是导演。旁边的丹雅也觉得导演加入对公司有好处，载林这么执着，车敏最后还是同意了。这个道红也太会撩了，临走前不仅送了一颗糖果给载林，还约了他周末在新会员派对上见面。为了阻止载林参加道红的派对，车敏故意吩咐了一项重要项目给载林，要求他重新定画并把新画挂满，同时这些画都要与错误的相遇这个主题有关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他就有资格参加这个派对。随后车敏又递上了一张画家名片给他，但载林始终觉得画画并不是打印这么简单，便求车敏换一个任务。此时车敏又怕自己对载林产生心动，就阻止他上前。最后载林也只能默默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接着载林要求画家在周末前把画赶出来，但画家觉得在周末前赶出来并不容易，拒绝了载林的请求。而载林这个机灵鬼仅仅用了3言2语便说服了画家加快进度，第2天便赶出了好几幅作品。可偏偏此时载林却收到了画家临阵逃脱的电话。待载林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却提出要放弃当画家。随后载林告诉他，即使累了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不然会后悔一辈子。其实载林以前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，由于交不起昂贵的培训费，最后只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。经过载林一番劝导，但画家还是坚持要退出这次画画。也因为这样，载林只好亲自上阵把画赶了出来。到了第2天，车敏也觉得不可思议，载林居然完成了任务。最后车敏只好同意他去参加派对。接着车敏又让载林尽快找到丈夫，然后离开这个公司。此时载林还以为车敏讨厌他让他离开公司，其实车敏是怕载林留在，他自己会爱上他而无法自拔，还特意提醒载林打扮得漂亮些，好好装扮参加派对，别忘了找个好老公的目标。结果载林的亮相立刻把车敏迷住了。在众多人中，车敏只关注载林，但载林的目光却一直在找道红。他默默地走到了道红旁边，车敏只能拿起水杯，用喝水来掩饰自己的愤怒。然后他们一起去另一桌打招呼。道红听说这女生是5星电子的千金，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。女生好奇地问道红是谁邀请的。丹雅插话说道，全是因为载林的热情推荐。女生又追问他们俩的关系，道红却说只见过载林1次，没什么关系。道红这么说，载林只能露出尴尬却礼貌的微笑。那女生立刻看出载林是为了嫁给有钱人才这么努力，随后开始嘲讽载林，说如果需要钱可以到他公司来。载林为了保持面子直接拒绝，坚持自己要在这里工作。那女生想让载林出丑，故意让载林去拿饮料，毕竟载林是这里的员工，内心再不愿意也得完成任务。载林把饮料端给客人，尽管万分不情愿，当载林递上薄荷巧克力饮料时，那女生却嫌弃地说不好喝。本能反应下，载林摔倒时本能抓住了她的手，结果2人一起倒在地上。这时道红突然对那女人递过手巾帮她起身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道红竟然说这是载林的错。这一刻载林意识到自己错将道红视为真命天子，明白了他接近自己只是为了成为会员。道红还假装好心帮载林起来，但最后关头车敏将他推开，然后车敏伸手帮载林起身。载林没有犹豫，立刻抓住了他的手，信任地交给了他。虽然丹雅和车敏只是战略合作伙伴，彼此间并无感情，但众所周知丹雅是车敏的未婚妻，这么做无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丹雅一个耳光，因此丹雅也当众回敬了车敏一巴掌。等到丹雅离开后，车敏还在道红面前给载林披上了外衣，甚至拉着载林的手直接在道红面前离开，这让道红气得不轻。载林随后提醒车敏赶紧去看看他的未婚妻，同时表示自己没事。就在车敏离开的那一刻，车敏向载林透露了他们的商业婚姻。
并强调他们之间没有感情。车敏随后询问丹雅为何要公开羞辱他，丹雅坦言他看不惯车敏，因为他关注宰灵才会这样做。车敏随即告诫丹雅不要再来这里，并明确表示自己将会关注宰灵。这2句话直接让丹雅气愤地回了家。实际上，丹雅的话暗示了他也对车敏有情，这让车敏明白了丹雅的心意。之后，车敏在洗手间偶遇道红，道红警告车敏不要和像宰灵这样的人交往，否则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。接着追问车敏是否真的喜欢宰灵，但车敏怎能让他轻易得知真相？于是用壁咚回应了道红，还反问道红是否对他有意思。随后警告道红别妄想猜透他的心思，并告诉道红他们不是一类人。在另一边，宰灵向弄洒奶茶的女生道歉，但那女生却傲慢地说只有穷人才会道歉，声称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永远不需要道歉。最后还讽刺宰灵不论如何努力，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穷困现状。这时道红走到他们桌边，现在宰灵一看到道红就会想到他为那女生递上手巾的情形，还记得道红怎样把错误归咎于他。最终宰灵只能伤心地离开，他也觉得自己无法摆脱贫穷的现状，同时认为自己的灰姑娘梦不过是场笑话。正当宰灵快要哭出来时，车敏问他需不需要帮忙，那些话又浮现在宰灵脑海里，或许他只是想在那女生面前扳回一城，就假装在车敏肩膀上搭了搭手。车敏可能也是在向道红示威，告诉他别惹他的女人。结果车敏直接吻了宰灵，这一吻不只是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还把道红气得够呛。宰灵自己也没料到车敏会真的吻他，他突然有点生气，明明只是说做样子，车敏却演得太逼真了。但车敏反驳说是他先主动的，他只是顺势而为。宰灵觉得自己辩不过他，只好默默离开。宰灵嘴硬心软，对车敏发了一通脾气，却在回家的路上抿着嘴笑。另一边，车敏因为那个吻又陷入了幻觉。第二天，两人在公司又尴尬的碰面了。为了打破尴尬，宰灵先打了招呼，车敏也尝试缓解气氛，说他不会在意那种事，让宰灵也随意些。听到车敏这么说，宰灵决定还以颜色，他告诉他他也不介意，把那事当成吃了条海肠。车敏还以为自己是个宝贝，没想到宰灵口中的海肠是指没营养的东西，可以随意丢弃。这时道红又来聊宰灵，弄得宰灵不小心烫伤了自己，道红赶紧过来帮他处理伤口，顺便问起车敏和宰灵的关系。一提到车敏宰灵，下意识松开了道红的手，他对道红说他们只是雇佣关系。道红听了就邀宰灵下次去他的工作室，还给他带了个发夹，说这发夹是个邀请函。同事们开始议论车敏，觉得他对宰灵不一般，甚至说车敏已经喜欢上他了。但宰灵认为车敏的所作所为只是想让他尽快离开公司。同事们觉得可以试试看，测一测车敏到底有没有喜欢上他。为了弄清楚车敏的真实感受，宰灵决定给他做个小测试。车敏一进门就注意到在灵头上多了个新发夹，宰灵也坦白把道红约他去工作室的事告诉了他。听说他们要去工作室，车敏坐不住了，还特地问宰灵有没有答应道红。为了继续测试他的反应，宰灵直接说他答应了和道红去工作室。这回答让车敏露出了失落的表情，然后宰灵走到车敏面前，提议他们再亲一次试试。宰灵慢慢的把嘴巴凑向车敏，这时他发现车敏没拒绝，甚至闭上了眼。为了继续这个测试，宰灵准备真的亲他一下，但在最后一刻，车敏突然保持了清醒，还推开了宰灵，最后还叮嘱他好好准备去道红的工作室。不甘心的宰灵又问了车敏一次，车敏还是坚持让他去道红的工作室，最后还带宰灵去挑选衣服，这让宰灵觉得他真的希望他去。宰灵本来想离开商店，却被车敏拉回来，还问他为什么。宰灵说自己已经够漂亮，不需要这些。但车敏说好的印象是能抓住道红心的关键，正是这句话让宰灵确认车敏并不是真的喜欢他。之后宰灵试了好几套衣服，车敏对每一套都有所吐槽，甚至说这些风格不适合他，但最后还是把试过的衣服都买下来，衣服多得连出租车都快塞不下。最后他在纸条上留言，希望宰灵把最美的样子留给自己。车敏真是够心机，故意让宰灵穿不合适的衣服去见道红。第二天，宰灵按道红的邀请来到了工作室，道红拿出了一本剧本，邀请宰灵一起划分镜，还说两人在一起就应该做喜欢的事。宰灵突然想起车敏之前也这么说过，提及其他男人，道红显然不太高兴，他拉过宰灵站在自己身边，有点霸道的告诉宰灵以后不要在他面前提起车敏，并把自己对他的感情坦白了。在另一边，车敏从同事那里听说道红的人品其实不怎么样，还知道他经常泡夜店玩乐，担心宰灵会有什么不测。车敏急忙赶往道红的工作室，道红又开始向宰灵施展魅力，但此时宰灵心里只想着和车敏的亲密时刻。就在两人即将亲吻之际，忽然听到肚子的叫声，这声音让道红停下了动作。紧接着屋里多了一个人，原来是道红的哥哥，他来这是为了向道红借钱。道红担心在宰灵面前丢面子，赶紧让哥哥离开，但哥哥不愿意，还在宰灵面前拿出了一本红色的书。同事说道红靠这本书赚了不少钱，其实是靠这本秘密的书赚到的，然后冒充导演的身份。这时道红以为宰灵会大发雷霆骂他是个骗子，没想到宰灵并没有发火，反而在哥哥面前维护了他。此时宰灵觉得道红靠自己的能力来赚钱并没有什么问题，
而哥哥利用弟弟的弱点来骗钱才是问题。道红觉得哥哥让他在载灵面前丢了面子，于是把哥哥赶了出去。随后道红为自己的谎言向载灵道歉，同时恳求载灵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清潭天堂。一头雾水的载灵问了他原因，因为清潭天堂只接纳优秀的人，所以道红担心他们知道真相会取消他的会员资格。载灵不仅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还劝他要接受自己。接着载灵把书上的灰尘擦干净，递给道红的时候还告诉他其实很优秀。之前还不确定道红对载灵的感情是真是假，但看到道红那表情，我猜他可能真的彻底爱上载灵了。车敏终于在楼下碰到载灵出来，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急切的想知道他们俩在工作室到底发生了啥。载灵却不懂车敏这么做的意图，明明是他把自己推给道红，现在又急着打电话来，觉得车敏太让自己纠结了，直接挂了电话。车敏看着电话被挂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陷入思考。第二天，丹雅找到载灵的办公室，还把他和车敏的赌约告诉了载灵。赌约的内容是看载灵能不能成功嫁人。载灵质问为什么要拿这个来打赌，丹雅说看载灵钓男人就像看恋爱综艺一样有趣。其实车敏在酒会上是故意亲他的，只是为了激起道红的嫉妒，好让载灵能成功嫁给道红。丹雅还替车敏在酒会上的失礼道歉。载灵意识到自己被当成玩具，就反击丹雅，直接告诉他车敏接吻技术不错。这话让丹雅气得连饭都吃不下。车敏看载灵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就问昨天他们在工作室里发生了什么。明明是他先吻了自己，还同意他去找道红，现在又来问发生了什么。载灵觉得车敏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耍他。车敏解释说他是为了载灵好，认为这样做对他有利，然后向载灵道了歉。但载灵明确拒绝了他的这种自私的好意，还请车敏别再管他的私事。丹雅因为被气得吃不下饭，让他叔叔去南山买面包，嘱咐要在面包还没凉之前带回来。叔叔知道丹雅因为载灵的事生气，就擅自去抓载灵。这时候载灵的闺蜜发现联系不上她，担心出事，急忙来公司找，正好碰到车敏，向车敏说自己联系不上载灵。车敏想起载灵让她别管私事，就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。幸好那两个叔叔不太机灵，没收走载灵的手机就去吃宵夜了。载灵赶紧喊出一个指令唤醒手机，然后让手机给闺蜜打了个电话。车敏一听载灵被抓，立刻赶往载灵所在的地方。等那两个叔叔回来之后，马上逼载灵签一份离开清潭天堂的协议。但现在工作不好找，载灵死活不肯签那份协议。看载灵这么倔强，叔叔就拿出个理发器来吓唬他。好在车敏最后一刻赶到了，看到车敏来救，载灵也露出安心的笑。车敏随后拿起一把雨伞挑战那两个叔叔，显然他们俩不是车敏的对手。只用了几分钟，车敏就轻松打倒了两个叔叔，然后冲过去抱住载灵。这件事也让两人更清楚对方的心意。车敏在离开前想对载灵表白，但他没勇气说出来，最终只说了句路上小心。回到车上，自己狠狠骂了一顿，觉得自己真是个胆小鬼。这时候载灵又回想起车敏来救自己的情景，他更加确定车敏是喜欢自己的，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车敏不明说。想来想去，最后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平凡，让车敏觉得难以接受。刚一回到家，大姐不仅责怪载灵收了医生的钱，还说载灵帮那个花心大萝卜医生追求她。确实载灵曾收过医生的钱，但其实那是他向医生借的。本来想向大姐借钱，可惜大姐被一个电话叫出去了。医生得知载灵想借钱，就提了个条件，只要告诉他大姐的戒指尺寸，他就借钱给载灵。载灵以为医生真心想追大姐，又正好需要钱去许愿，就把尺寸告诉了医生，这也帮他顺利借到了许愿所需的钱。后来大姐拒绝了医生的表白，便问载灵还有什么办法。知道大姐最在意妈妈，就告诉医生要多关心妈妈，这样可能会更有机会。最后医生亲自买了护肤品和牛肉去妈妈家拜访，这才让他们俩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。载灵没想到的是，医生不仅追求大姐，还有别的女人。这时二姐觉得载灵太自私，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她。妈妈为了避免他们吵架，便站出来说是自己的错，但二姐认为没必要为载灵摆平，还说载灵根本不把他们当家人。载灵也感觉他们不把自己当家人，觉得自己像是家里的累赘，这话直接否定了妈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二姐觉得载灵的话太过分了，便给了他一巴掌，还叫他从这个家滚出去。无处可去的他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，那里冷冷清清，连洗澡水都没有。第二天，车敏借口让同事学防身术，实际上是想教载灵自保。载灵却迟到了半小时，车敏这才知道他搬家了，他便单独辅导了他，先让载灵扮一次坏人，然后教他如何自保，接着让载灵假装抱住他。结果两人都心跳加速，车敏为了控制自己，直接把他推到地上，一点也不顾及细腻。载灵的喉咙都被弄疼了。轮到车敏扮坏人，载灵趁机报复，也把车敏推倒了。看着自己报了仇，载灵露出得意的笑。车敏接着讲背肌的重要性，让载灵感受他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道红出现，他故意在车敏面前提起昨天他和载灵在工作室的快乐时光，又说要跟载灵单独聊聊。载灵不想练了，便答应了道红。车敏只能无奈看着他们离开，气得他恨不得把道红撕成两半。这次道红正式向载灵表白，但载灵觉得道红并不真懂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。一旦知道了他现在的处境，
肯定不会轻易表白。道红却说他有信心接受载林的所有，并让载林敞开心扉接纳他。载林故意提起道红的表白，车敏一听到交往就表示反对，还说道红是个戴着面具的人，说话从不算数。这时载林觉得车敏说的有道理，意识到和道红的差异实在太大，他竟然还向他表白。车敏则觉得成长背景的差异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番话让载林觉得车敏或许也能接受一个和自己差异大的女人，但车敏并没承认，还警告载林别再靠近道红。车敏想要向载林表达自己的心意，但关键时刻总是说不出口，气得载林直接对车敏发出邀请他到家里住一晚。原来载林想测试一下车敏能否在恶劣环境中坚持一晚。到了载林家，车敏发现家中几乎空无一物，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床。载林随后讲起自己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车敏认为小时候的贫困不是他的错，然后他询问他为何搬出来。载林说自己是个坏孩子，又无能又贪心，留在家里对家人也是负担，还会让他们觉得厌烦。车敏帮载林拔掉这根刺，让他好好看清楚自己，了解自己后也能成为一个让人喜欢的人。这一刻，载林终于明白自己只是现在听到别人说你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，虽然表面不在乎，这句话一入耳，还是让他流下了安慰的眼泪。因为这一点，载林意识到车敏不是因为他的平凡而拒绝他，而是因为有隐情才把爱藏在心底，所以迟迟不敢表白。另一边，二姐帮大姐找渣男算账，还特意指出他带来的牛肉不好吃，谁知道医生说那牛肉是载林买的，连送给妈妈的护肤品也是他买的。载林怕他们不接受这份心意，所以托医生帮忙送的。二姐知道真相后，意识到自己误会了载林。车敏为了证明自己，决定非住一晚不可，硬是不肯离开。偏偏这时两人正处于暧昧状态，突然收到未来几小时将下大雪的预警，车敏只得带载林回家。载林只想先洗个热水澡，洗着洗着却发现不会关水，只好求车敏帮忙。关完水，车敏被载林的模样深深吸引，害怕自己控制不住，打算走开，可正欲起身，却不慎滑了一下，导致两人一起跌倒，还不小心吻到了对方。为了避免尴尬，载林连忙转移视线。此时车敏正努力克制自己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吻了载林。载林闭眼享受这突如其来的吻，突然接到二姐的电话，二姐还邀请载林回家吃牛肉。车敏误以为是道红打来的，为阻止载林去找道红，车敏决定让载林留下，结果不慎拉到了载林的浴袍。同时他请求载林不要去到红家，载林解释了一番，车敏这才明白是载林要回家。此时载林在门口期待车敏留他，车敏却觉得自己连牛肉都不如，最终载林还是搬了回去。发现两姐姐喝的不少，妈妈拉着载林过来，问他不是一家人是否还是认真的。其实载林自认无法成为他们真正的家人，故意表现得自己多余，同时向妈妈道歉自己之前的错误。妈妈却认为载林犯错也是他们家的事，母女俩心声交流后修复了关系。载林再向大姐道了个歉，大姐却说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毕竟是自己选择跟那渣男在一起的。最后一家人终于和好如初，二姐恢复以前和载林打打闹闹的样子。车敏一大早就来到了父亲的病房，父亲见到他第一句就让他记住要把女人当石头看，妈妈受的伤害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车敏还记得小时候从奶奶那里听到妈妈有外遇，还说妈妈要跟小三一起离家出走，车敏追出去时不慎摔了一跤，结果指甲没法完全长好，那也给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伤痕。从此他用雨伞遮挡自己的内心，这也是他总带伞的原因，也是他迟迟不向载林表白的原因。他害怕再次被女性伤害。今天道红带来了个神秘的客人，经道红介绍，载林才知道这位是电影界的大佬，公司还提前1周装好了圣诞树。载林看到美丽的场景不禁笑了，车敏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丹雅和道红都露出嫉妒的表情，丹雅和他的朋友又开始对载林使唤，直接把水洒在载林面前，甚至让载林立刻清理干净。载林却没有生气，默默地拿出拖把开始拖地。丹雅的朋友又故意滴了一滴水落在载林的拖把上，看到对方这么过分，载林终于忍不住了，直接拿起金箍棒模样的东西耍了起来，吓得他只好跑到道红那儿。这次道红却没有出手帮忙，那女生还推开了他的手，同时表示载林的自保没问题。其实错的是那女生，道红还当众澄清没被载林勾引，是自己一直喜欢载林。道红的表白让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当然也包括车敏。之后车敏在厕所遇到了道红，道红劝车敏赶紧跟未婚妻结婚，还说车敏应该退出。道红还大言不惭说要照顾载林，这话让车敏感到刺激，一气之下对道红挥出了一拳。他们俩从厕所打斗一路闹到了大厅，载林和那位神秘女士立刻上前想要阻止，可神秘女士并没有制止车敏，反而给了道红一个响头，看她的举动似乎是在保护车敏。道红随即约载林到工作室小聊一会儿，神秘女士也示意载林跟她一起上车。车上神秘女士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她告诉载林自己其实是车敏的亲妈。之后车敏妈妈开始讲述她的往事，她说自己和婆婆的相处一直不好，趁车敏爸爸不在国内，婆婆把她赶了出去，还硬是把她说成了个小三。她离开时亲眼看到车敏摔倒，妈妈求了很久司机让她下车，但司机就是不愿意放妈妈下车。那时她多么恨自己没能力保护孩子，现在事业有成，
他只想找回自己的孩子，可他感觉一切都为时已晚。载林建议他和车敏沟通一下，可他始终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。载林开始理解为什么车敏会这么偏执，他从小缺乏关爱，这让他总是把爱藏在心底。第二天，载林主动约车敏吃晚饭，车敏一听可以一起吃饭，乖乖点头。车敏到了饭店才知道，载林是帮他妈妈约他出来的。车敏表明自己并不需要妈妈，甚至让他尽快离开。接着，妈妈解释她并不是什么小三，还为过去给车敏带来的伤害道歉。但车敏不相信妈妈的话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谎言，还说妈妈只是个自私的人，只是回来想要赔偿。尽管妈妈再三解释，车敏仍不相信。最后，她决定离开饭店。此时，载林过来安慰车敏，他劝车敏试着去理解妈妈，让她不要怀疑妈妈的爱。但车敏依旧不信这世上还有爱。载林则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，让车敏感受到这份爱。他说，有些爱不用言语表达，但肯定存在于心里。载林的话让车敏思考了很久，车敏也渐渐开始理解妈妈了。载林慢慢帮她平复了情绪。在那一刻，不论是小时候的车敏，还是长大后的车敏，都被载林救赎了。他把手里的雨伞扔掉了，这标志着他真正的救赎。之后他们一起喝了酒，车敏犹豫是否该原谅妈妈，因为他觉得爸爸也很可怜，但载林觉得他妈妈更加可怜，儿子面前受到轻视。车敏想想觉得有道理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问载林，他做灰姑娘的梦想改变了没？没想到载林的梦想还是一样。车敏仔细问了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载林以前有个真正的梦想，那就是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，但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。车敏鼓励他继续追梦。现在的载林只想公开的成为灰姑娘，接受从未有过的真爱，然后好好生活。车敏告诉他，她很棒，也很漂亮，这让载林以为他是喝多了才这么夸她。然后车敏又问他上次想知道他什么。载林想起车敏那副小狼狗的样子，忍不住脸红了。然后两人开始了甜蜜的恋爱生活，每次送载林回家都要看他进门才愿意离开。回到家的车敏回想起载林拥抱他的情景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第二天他们终于见面了。正当此时，一个顽皮的小孩拿着水枪对着他们射击，车敏立刻打开雨伞挡住水枪，但载林告诉他没必要，一直带着雨伞防备着这个世界，这样会很累。在载林的鼓励下，车敏最终把雨伞交给了载林保管。晚上车敏买了礼物和鲜花准备见载林，路上却遇到了丹雅。丹雅看到车敏手上的东西，车敏承认自己喜欢上了载林。丹雅听后直言要毁掉载林，车敏拦下他，问他到底怎样才肯放过载林。第二天，载林就听说了丹雅和车敏要结婚的消息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昨天还和他如此亲近的男人，竟然要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。这时，道红出现，拉着载林走。他告诉载林不要被这个男人骗了，然后递给他一张机票，建议他辞职和他一起去工作。道红即将去柏林参加电影节，他邀请载林和他一起去学习1个月。载林犹豫不决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从头到尾都和车敏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另一边，车敏看着未婚妻是穿婚纱，面无表情，这让丹雅很不满，但勉强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这时载林还在家里哭诉男人的无情，结果他大姐带着医生男友回来了。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误会，他爱的人始终只有大姐。载林犹豫不知是否应该到柏林追求自己的事业。这时大姐的医生男友找他谈话，载林想知道他是怎么追回大姐的。大姐的男友表示对自己的梦想也很重要，他知道自己也不差。丹雅回家后向父亲诉苦，他虽然喜欢车敏，但想到强行婚姻后的冷漠，他接受不了，毕竟他一直被宠爱如公主。他决定找一个真正喜欢自己的人。第二天，载林上班时发现清谈天堂的门紧锁，同事们都在门外等，打电话才知道大家放贷薪假了。大姐男友的话给了载林勇气，他觉得还有机会挽回。他决定找车敏表白，但打开门看到车敏嘴角的伤，车敏对他的态度很冷漠。当载林提起道红让他辞职一起去柏林时，他并没有反对，这让载林彻底心碎。他没能说出的表白也咽了回去。车敏甚至说和他在一起只是玩玩而已。载林蹲在门口失声痛哭。原来就在1天前，车敏一个人在清谈天堂喝酒，突然一群人冲过来开始砸店，领头的竟是丹雅的父亲。他大声训斥车敏。这时车敏的父亲也出现了。车敏说没有载林他就无法生活，他的父亲却认为载林只是冲着钱来的，早晚会把他甩掉，甚至说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人真正爱他了。看着载林留在他家的围巾，车敏只希望载林能幸福。第二天，载林还是没能从悲伤中走出来。突然他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快递里的话让他大吃一惊，原来是他小时候画的自己骑白马的画，上次车敏去他家时从垃圾桶里捡到的。他找人小心修复了这幅画。另外一张纸条上写着，你一直都是个骑士。载林想起小时候母亲离开的情景，那时他以为自己不会被人爱，从此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。父亲离开时他也只能偷偷哭泣。他一直不喜欢自己，也不敢向车敏表白，因为他一直不够自爱。其实从小到大真正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，那位骑白马的王子。不管自己怎样，都要学会真爱和勇敢地活下去。载林整理好心情准备重新出发，却听说车敏取消婚礼被赶出家门和清谈天堂被砸的事。
他把机票归还给道红，并拒绝了他的好意。现在的载灵有了单独前行的勇气，他拿起画笔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但车敏的影子还是不时出现在他身边。他幻想着车敏在地铁口祈祷的场景，本不想多管闲事，但想到与他的美好时光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清潭天堂门口。走进去却看到一个可疑的身影，他举起伞就是一棒，发现竟是自己一直想念的那个人。打开灯后，载灵终于面对自己的情感，他直接对车敏说出了我喜欢你。尽管此刻的车敏一无所有，但他给了载灵自信的力量。车敏也终于对他表达了爱意，在他眼里别人都是浮云，唯独载灵能让他心动。两人最终还是手牵手走到了一起。车敏后来找到了他爸，告诉他虽然自己一无所有，但还是有人爱他，看中他。他已经决定离开，要自己创业。这次只是来告诉他一声。还没走远，爸爸却突然叫他回家接管家业，因为爸爸的新女友回来了，爸爸自己也要去享受甜蜜恋情了。这边载灵的事业也有了起色，他为道红电影化的分镜获得了动画导演的高度评价，因此被邀请参与动画制作。6个月后，继母在3个孩子面前即将分娩，二姐甚至拿出了父亲的遗像来鼓励他。最终他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这时的载灵已经是个女强人了，她参与的动画也大获成功，如今她已是自己人生的女主角。